今天我讲一下荷花的画法。荷花呢，一般我们在画面上呢，需要画的就是两个内容，一个就是荷叶，一个就是花朵。咱先说一下这个荷叶。这个荷叶呢，造型啊它是圆的，但是呢我们画的时候不能画成正圆，它的正面是圆的，但是呢我们画的时候呢，一般的稍微侧一点呢，再加上荷叶的这个起伏啊、转折呀、这个变化呀，它会出现很多的丰富的变化。所以呢，我们画荷叶的时候呢，一般画荷叶都是用比较大一点的笔。画荷叶大多数都是用墨来画啊，因为这个墨很有分量。这是比较正面的叶子，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荷叶不能画成太圆，也就是说它这个外形啊要有一点这个变化啊，有点圆缺的变化。点出来以后，这个我们在它的这个中心的部位啊，一般的画荷叶啊，就是这个外围的墨啊要稍微重一点，也就是外边要实一点，里边要虚一点。里边虚一点呢，有一个就是深浅的变化，虚实变化，你不能都画成一个墨色都是黑的，这个画面就不好看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根据它这个生长的结构呢，把这个中间的有一个叶脐啊，就是长叶柄的地方，跟叶柄相交接的地方啊，我们把它画上。这是我们看到比较正面的叶子，它基本的造型和画法。这边的叶子我笔墨可以稍微长一点、多一点，上面呢我可以少一点，有些地方呢留一点缺口。有的地方留缺口，这个缺口也不能留太散，留太散也不好看。这就是在画的时候呢，注意它的变化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叶脐呢，从它的生长规律来，它是接着这个梗子的，跟它接上。然后呢，这个梗子上，它的枝子上有刺儿，所以这个是它这个荷花的典型的一个特征吧。所以要把它这个刺儿啊，把它点上。它这个刺儿呢，有点向下，写意画不一定画的这么具体，但我们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这个用比较深一点的墨，用比较深一点的墨点上它这个小刺儿。这个叶子呢，由于这个透视的变化不一样啊，当然叶子可以画的有大有小，但是它的形状基本是这样的。由于这个透视关系不一样呢，所以呈现出来的这个叶片的这个形状呢，也会发生变化了。我们看这样的叶片，它这透视啊，就稍微平了，不是像这个正面的这个感觉了啊，稍微扁了啊，这个长度没变，它这个宽度发生变化了，所以就显示说它这个角度就发生变化。然后呢，里边啊虚，然后把这个叶脐勾上。
然后把这个小刺儿点上。点这刺儿的时候啊，不要点得太匀，最好有一点聚散变化。这是你看2个不同的这个透视，不同的角度，中间要虚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趁着它这个还没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叶脉勾上，勾着叶脉，不要勾得太实啊，虚一点。这是它这个叶脉。实际上它真正的叶脉啊，按照它这个生长的这个规律啊，它叶脉它是这样的啊，比如说这片叶子，实际它真正的叶脉啊，它是这样的，从这个叶脐这开始，这是到这儿，到中间这部位就分叉了，然后到最外边呢又分叉了，它是这样的，按照这个它的实际生长规律啊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它这个支撑它这个圆的叶子。分2个叉，然后再到外边又分2个叉，它叶脉它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画写意画，对这个叶脉描写的不是太具体，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不勾也行。所以这个呢，它不像画工笔画。如果画工笔画呢，那么就得按照这种叶脉的特征去勾了。写意画一般呢，对这个荷叶的叶脉不是太讲究，特别是当这个叶子用这个比较重的墨去画的话呢，也有的画家就不勾脉。